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撕掉标签，凭实力逆袭高定女王。想要财运亨通、好运常伴吗？那就赶紧加入我的幸运阵营吧！点赞关注，一起迎接好运的到来。祝您财源广进，万事如意。妈耶，最近这娱乐圈的72变简直比孙悟空还溜，一个跟头就把我晃得七荤八素。谁能想到，当年《家有儿女》里那个扎着马尾辫、校服都快被撑爆的小雪，瞧她那小圆脸，恨不得能当饼吃，如今竟然成了把高定礼服穿出氛围赶天花板的杨紫。这哪是丑小鸭变天鹅啊，分明是可爱小圆脸变自信大女主的养成系神话，简直是活久见。还记得不20年前小杨子偷吃道具零食的故事，那可是在坊间转得有鼻子有眼，甚至有服装师爆料，她那戏服腰线兜得特意加宽，哈哈，想想都觉得这小妮子可爱到犯规。那会儿的她，圆嘟嘟的小脸蛋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国民闺女的亲切感直接拉满。哎，说起来，那时候谁能想到，这亲切感背后藏着一个女演员身材管理的血泪史呢？就像我那会儿为了期末考天天熬夜，吃着薯片还不忘自我安慰这是脑力消耗，不算胖，结果呢？一上称就傻眼了。杨紫这情况可比我惨多了，毕竟人家那是要上镜的。现在她在余生，请多指教里那身优雅的高定礼服，简直就是对当年加宽腰线的无声反击。这哪是小雪，这分明是行走的衣架子，是对国际品牌魔鬼身材要求的自信驾驭啊！你说气不气人？这波操作直接把那些说她脸大脖子短的键盘侠给整不会了。不过这故事可不是简单的减肥成功励志片，它背后藏着娱乐圈多少女星的颜值经济困境，以及她们为了生存而付出的代价。你以为光是瘦下来就完事儿了？图样图森破。我有个在圈里当造型师的铁词儿 Lily Chen， 上次喝咖啡的时候跟我吐槽，说杨紫那私人健身团队阵容简直堪比奥运选手备战，普拉提专家、芭蕾形体导师一个都不少。他的饮食计划更是精确到每种食材的克数，连根青菜都得拿称量。我想想，我为了省事，把外卖里的青菜一股脑吃掉就觉得惭愧。Lily 还说，拍《沉香如屑》那会儿，杨紫每天2小时的形体训练雷打不动，剧组人员都说她简直是自律到可怕。这哪是拍戏，这简直是修行啊，堪比唐僧取经981难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是女明星的日常吗？是啊，可这日常的背后是颜值经济这把双刃剑的真实写照。根据EN的数据统计，到2023年，女性明星的商业价值排行榜上，外形管理的重要性已经飙升到了47%，这比例比5年前直接翻了1倍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观众的眼睛越来越毒辣，对女明星的身材和颜值要求也越来越高，简直是拿着显微镜在看。可这高压之下，又有多少女艺人被颜值焦虑折磨的内分泌失调？就像前段时间，我看到新闻说某个流量小花为了拍戏，1个月瘦了20斤，结果直接住进了医院。这哪是拍戏，分明是玩命啊！你说这图什么？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艺人身心健康白皮书就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92%的女性艺人饱受外形焦虑困扰，其中68%的人甚至因此病了。这简直就是一场甜蜜的陷阱啊！为了在镜头前呈现完美，为了满足大众的审美期待，他们不得不在身材管理上卷到极致。小红书上关于女明星身材的话题讨论量，短短2周内激增了300万条，这数据简直是炸裂。可见，
现在观众的审美观念可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在悄然变化，变得越来越刁钻，也越来越多元。就像我妈以前看电视就图个乐呵，现在也开始跟我讨论谁的腿细谁的脸小了。你说这潜移默化影响多大？这波颜值内卷真是把人逼上了梁山。不过就在大家还在为杨紫的大长腿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她却用《长相思》中的一场哭戏，给所有人上了一课，什么叫演技才是硬道理。那个3分27秒的长镜头，从隐忍到爆发，从绝望到释然，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表情都精准到位，直接被北电表演系列入了教学案例。这简直是狠狠打了那些只关注外形的脸盲症患者的脸啊！我当时看的时候，眼泪哗哗的流，根本顾不上他是不是胖了，完全被演技征服了。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，真正的美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，而不是皮箱上的那点事儿吗？这波演技暴击，直接让那些颜值至上论者哑口无言。这份对专业的坚守，不仅让他在演技上实现了突破，更直接反哺了他的商业版图。据2025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显示，杨紫代言的16个品牌中，有9个都是科技型企业，比如某国产芯片和新能源车企。这简直就是逆袭的教科书啊！你想想，一个童星，从国民闺女到流量小花，再到如今的实力派演员，还能代言高科技产品，这背后不仅仅是商业价值的体现，更是他打破固有形象，寻求更多可能性的勇气和智慧。还记得他在《烈毒》里素颜出演七毒警吗？那份豁出去的劲儿，不就是为了告诉大家，老娘不只有脸，老娘还有演技，还有无限可能。就像我那会儿为了转型，放弃了稳定工作去创业，虽然磕磕绊绊，但那份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的劲头，其实和杨紫挺像的。这杨紫简直就是娱乐圈的励志姐，从头到脚都写着不服输3个大字。杨紫的蜕变其实远不只是个人成长那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一个身体叙事的社会象征，引发了关于当代女性成长的深度思考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布的调研显示，在18至25岁女性中，83%的人认为杨紫的转型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启示。这可不是简单的追星，这是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。她的变化不仅仅是娱乐八卦，更成为了当代女性自我觉醒的一个缩影。就像我身边不少朋友，以前总觉得自己要瘦成一道闪电才能被看见，现在慢慢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在价值，追求更健康、更自信的生活状态了。这杨紫简直就是现代女性的精神图腾，照亮了多少容貌焦虑的阴霾。你看窗外梧桐树上的蝉鸣声，和18年前《家有儿女》的拍摄现场简直一模一样。当化妆刷轻柔地扫过她轮廓分明的下颌线，镜子里的那张脸，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那份从小看到大的亲切，陌生的是那份成熟自信的蜕变。这不就是无数观众共同见证的成长预言吗？她更是这个时代审美变迁最生动的注脚。这杨紫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时代变迁史，每一步都踏在我们的心坎上。此时此刻，讨论区里新来的剧迷们还在为她的大长腿惊叹不已，而那些陪她一路走来的老粉们却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12年了。这大概就是演员与观众之间最浪漫的契约吧，在时间的洪流中彼此成就，共同成长。这哪是看戏，这分明是在看自己的青春，看时代的变迁啊！是不是有点上头了？反正我是有点上头了。所以啊，杨紫这次蜕变到底是颜值经济的胜利，还是演技为王的完美反击呢？或者说，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，让瓜田里的茶们也听听你的高见。
别藏着掖着了，快来跟我一起吃瓜，顺便聊聊你心中的扬子哲学。